比尔·盖茨曾说，我心目中的赚钱英雄只有一个名字，那就是洛克菲勒。洛克菲勒是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，他的财富相当于现在的3000亿美元。他是美孚石油公司，也就是原来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始人，也是一位慈善家，一生捐赠了超过5亿美元给教育、医疗和科学事业。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智慧，他在商业、管理、人生和道德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经验。洛克菲勒给子孙留下的最宝贵的不是他的财产，也不是惊人的地位，而是良好的教育和朴实的家风。洛克菲勒从不让孩子们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富有，从小就培养他们简朴、节约的生活习惯，灌输他在一贫如洗的幼年就形成的价值观。他教导孩子不能伸手要钱，要想花钱自己挣。他要求妻子负责记账，孩子们的零花钱都要由自己的努力得来。从帮助大人做家务到专心练钢琴，从保持环境卫生到监督节约煤气，每个项目标明奖励的金额，引导孩子们用自己的聪明和勤劳去创造财富。他特别重视孩子们的教育，知道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。他给孩子们留下了许多书信，让他们从懂事开始就读他的这些信，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。中国有句名言叫做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，意思是说，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与其直接给对方鱼吃，还不如教会他捕鱼的方法。洛克菲勒家族后来把这些书信整理成为一本书《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》，将洛克菲勒致富的秘诀倾囊相授，从而帮助无数人重燃希望，振作起来，摆脱贫穷。这或许比他们所做的许多的慈善事业更加无私而有意义。今天咱们的这个视频就看看洛克菲勒的成功经历，再说说洛克菲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这本书中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9个成功公式，特别是最后一个。希望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你也能在成功路上达成目标。欢迎订阅加入富豪俱乐部，获取更多更好的成功经验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富不过3代。为什么洛克菲勒家族却能够盘桓世界顶级富豪宝座长达6代？洛克菲勒家族名人辈出，不仅商业成就含于匹敌，还出现举世闻名的慈善家、政治家，这些都离不开约翰 ·D· 洛克菲勒打下的牢固根基。从一文不名、白手起家的草根，到世界上第一个亿万富翁，洛克菲勒的人生注定就是传奇。16岁起，他就独自谋生，找了一份部级员工作，前3个月薪水总共是50美元。几年后，凭藉勤奋和简朴，他攒下1000美元，随后以借债的方式又从父亲那里获得1000美元，看准美国内战的时机投资农产品，很快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。之后，凭藉精明的头脑和超前的眼光，他敏锐地注意到石油开采这个新兴市场，于是与人合伙建造第一座炼油厂。面对当时石油开采效率低下，大量的石油被浪费的情况，洛克菲勒别出心裁，将别人丢弃的废料制造成石蜡、润滑油等石油附属品，从中获得巨额利润。很快，他又建了一座新的炼油厂，最终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。此后，他创立自己的公司标准石油公司，开始疯狂的扩张，事业版图越来越大，像贪吃蛇一样在全国各地收购炼油厂，迅速控制了国内90%的石油市场，成为第一家名副其实的垄断企业。后来，标准石油公司被美政府拆分为34家公司，洛克菲勒依然是34家公司的大股东，个人财富增加到9亿美元，是当时世界最顶级的富豪。然而，这位超级富豪的生活却极其简朴，一生不抽烟、不喝酒，远离黄、赌、毒。他经常穿同一套定做的西装，直到衣服实在破旧才换一身新衣服。去芝加哥大学参加校庆，也只是穿普通礼服，骑自行车前往。洛克菲勒虽然非常富有，十分节俭，但他对慈善公益事业却毫不吝啬。他亲自主导建立了庞大的捐赠体系，一生捐献近5.4亿美元，把钱捐赠给穷人，极力资助教育和医疗事业。我们熟悉的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的中国医学委员会在1921年建立的，为中国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一流医学人才。在他的带动下，他的子孙后代延续了他的做法，到1950年就已经捐献25亿美元。他的基金会先后培养出3个国务卿，
12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和数不清的科学家。起点不决定终点。洛克菲勒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，他的父亲是一个无牌游医，他的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勤劳节俭。洛克菲勒从小就表现出了聪明和勤奋的品质。他在16岁时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，成为了一名搏击员。他在工作中非常认真和细心，通过技术改良，他为公司老板节约了大量的资金，表现出了出色的能力和敬业精神，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和提升。后来，他在20岁时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，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。洛克菲勒告诉儿子，不要因为自己出身低微而自卑，也不要因为自己出身高贵而自满。起点只是一个参考，而不是一个限制。只要有信心、有目标、有行动，能坚持，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创造自己辉煌的人生。运气靠策划。洛克菲勒在信中告诉儿子说，不要相信运气是偶然的或者是注定的，运气是可以创造和掌握的。要想拥有好运气，就要有好的计划、好的设计、好的执行、适时的调整。要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和客户需求，敢于冒险和创新，善于合作和竞争，学会利用资源和优势。洛克菲勒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，他在石油业发展的初期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行业的潜力和前景。他精心策划，大胆行动，建立了自己的石油帝国。他不仅控制了石油的开采和加工，还控制了石油的运输和销售。他通过垄断、合并、收购等手段，打败了竞争对手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供应商。他也是一个善于利用危机的人，他在经济萧条时期买入低价股票，在经济复苏时期卖出高价股票，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利润。天堂与地狱比邻。洛克菲勒还说道，不要认为天堂和地狱是远在天边或地底的地方，天堂和地狱就在我们身边，就在我们心中。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出选择。洛克菲勒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基督徒，他认为人生有2种选择，天堂或地狱。天堂是快乐、和平、善良、美好的生活，地狱是痛苦、战争、邪恶、悲惨的生活。他认为人的行为和态度决定了人的命运和归宿。他努力做一个有道德、有责任、有爱心的人。他遵守诚实、公正、节俭、勤劳等原则。他尊重上帝，敬畏法律，关心社会，帮助他人。他也教育儿子要做一个有信仰、有品格、有贡献的人，要用自己的财富和智慧来造福人类。现在就去做。拖延是成功的最大敌人。洛克菲勒信中说道，做事不要等到明天或后天，不要等到完美或理想状态才行动，不要等待别人或环境，现在就去做，绝不拖延。只有行动才能带来结果，只有结果才能带来成功。洛克菲勒从不拖延或推迟自己的计划和目标。他认为时间就是金钱，就是生命，就是机会。他总是抓住每一分每一秒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去实现自己想实现的梦想。他不会因为困难或失败而放弃或退缩，他会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。他也不会因为成功或满足而停滞或沉沦，他会不断的进步和创新。要有竞争的决心。不要害怕竞争或厌恶竞争，不要被竞争打败或消磨。要有竞争的决心和信心，要有竞争的策略和技巧，要有竞争的乐趣和收获。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成长和进步。洛克菲勒喜欢挑战自己和别人，他认为竞争是一种动力，一种激励，一种学习。他通过竞争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准，来超越自己的对手和限制。他不怕竞争，也不逃避竞争，他会积极地参与竞争，并且力求胜利。他也尊重竞争对手，善待竞争对手，并且从对手身上学习优点和经验。为前途抵押。洛克菲勒告诉儿子，不要害怕冒险或回避冒险，不要被冒险吓倒或困住。要为前途抵押，要为梦想付出，要为成功投入。只有通过冒险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和价值。洛克菲勒敢于冒险并且享受冒险，他认为冒险是一种必要，一种机会，一种投资。他通过冒险来扩大自己的视野和领域，来抓住自己的机遇和利润。他不畏惧风险，也不规避风险，他会合理的评估和控制风险，会勇敢地承担和应对风险。他也欣赏冒险精神，并且鼓励他人去冒险。
7. 永远不要让精神破产。洛克菲勒的儿子约翰曾为一笔损失100万美元的投资而感到羞耻，情绪十分低落。在给约翰的信中，洛克菲勒告诉儿子自己深信不疑的成功公式：梦想加失败加挑战等于成功。信中，他讲给儿子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。早些年，他曾雄心勃勃地购进一大批豆子，准备大赚一笔。然而，意外的霜冻使到手的豆子毁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还被农民掺进大量杂物。这是一次注定赔本的生意，但如果自己陷入沮丧，沉浸在失败的痛苦当中，只能离目标越来越远。于是，他硬住头皮再次向父亲借债，通过报纸广告宣传自己，让潜在客户知道自己能提供大笔的预付款，并能提前供应大量的农产品。靠着聪明和勤奋，那一年自己非但没有受豆子事件影响，反而赚到一笔可观的纯利。随后他指出，失败是迈向更高地位的开始，我就是一个聪明的失败者，知道向失败学习，从失败的经验中汲取成功的因素。要把失败当作一杯烈酒，咽下去的是苦涩，吐出来的却是精神。他告诫儿子，如果你宣布精神破产，你就会输掉一切，战胜自己，你就是最大的胜者。与一般性的说教不同，洛克菲勒通过介绍自己如何把注定亏损的生意反败为胜，来引申出如何摆脱失落情绪，这比单纯的讲道理、提要求更容易打动内心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8. 谨慎选择你的同伴。儿子的社交圈越来越大，然而洛克菲勒发现有一些卑微、琐碎的人不值得交往，于是专门写信提醒儿子。他在信中谈到，自己从年轻时开始就拒绝同2种人交往。第一种是安于现状的人，这种人愿守着一个有保障却很平凡的职位，年复一年浑浑噩噩，只会哀叹命运不济，让消极占据了自己的内心。第二种是不能将挑战进行到底的人，他们曾经非常向往成就大事，但随着阻力慢慢增加而放弃努力，害怕失去已有的东西，他们并不满足，却已经投降。这2种人身上有着极易感染他人的思想毒素，那就是消极。随后他指出，经常跟消极的人来往，自己也会变得消极，跟小人物交往过密，就会产生许多卑微的习惯。字里行间渗透出这样一个朴实的道理：选择和什么样的人为伍，决定了今后的人生走向。最后他告诫儿子，明智的人绝不会为命运坐下来哀嚎，多接近积极成功的人，少同消极的人来往。洛克菲勒发现儿子交友不慎，但并未指出哪些可交，也并未横加阻拦，而是通过介绍自己的择友标准，用浅显的道理向儿子传输了交友之道，让儿子自己选择交友的物件。9. 知识才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传世之宝。洛克菲勒曾说，财富是上帝的，而我们只是管家。与金钱相比，知识才是洛克菲勒家族最宝贵的财富。以上这9条就是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9个成功公式，希望你能从中得到益处，在成功的路上早日达成目标。